好，各位同學，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傅立葉級數。好，它的這個 Fourier 就是傅立葉嘛，好，傅立葉級數，它的係數，好 ，coefficients 就是係數。那要注意的一點是哈，它呢，這個傅立葉級數呢，我們之後會講到一個叫做傅立葉轉換。那傅立葉級數呢，跟傅立葉轉換很類似，不過傅立葉級數呢，它只能用在週期性的函數，啊，週期性的函數。所以說，傅立葉轉換呢，它可以用在比較大的範圍。那傅立葉級數呢，只能用在週期性函數，但並不代表傅立葉級數就不好用。那事實上，傅立葉級數非常的好用，而且它的觀念比較簡單，啊，比較好想象。所以我們一開始這門課呢，我們就是先從傅立葉級數來着手。好，那什麼是傅立葉級數呢？事實上，我們之前學的這個頻譜，我們有，比如說像這個例子，我們有5個 peak， 啊，有5個 peak。然後我們說啊，我們之前說這5個 peak 呢，他們可以找出一個基本頻率在50赫茲的地方。那我們把這5個 peak 呢，最後合成回一個 s of t 訊號。這個動作呢，事實上就是傅立葉合成 （Fourier synthesis） 合成。好，事實上就是 Fourier synthesis。那我們之後會引入一個觀念哦，就是基本頻率的這個 complex amplitude， 我們會給它一個符號，我們稱為 A0。A0 呢，好 ，A0 呢，它就等於 complex amplitude， 好，就是在基本頻率這個位置的 complex amplitude。那基本頻率的2倍，我們就稱為2倍頻，所以這一項我們就稱為 A2， 好，它就是傅立葉級數的係數。而這一項呢，因為它是基本頻率的5倍，所以我們就稱這個係數這一項呢，我們叫做 A5。好，那這一項呢，我們叫它 A0。這一項呢是基本頻率的，好，-2倍，所以我們說它是-2，好 A-2。那這一項呢，我們叫做 A-5。這個 A 呢，好，就是我們稱為傅立葉級數的係數。而這個合成的過程呢，事實上我們可以寫成一個公式，就訊號 S of t。它呢等於，好，加總的這個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把所有的傅立葉級數，好，係數 k 倍頻的傅立葉級數係數乘上 k 倍頻它所對應的這個頻率2πk f0 t， 這一個合成出來的係數呢，啊，我們就叫它傅立葉級數。好，我們就叫傅立葉級數。而我們之前學的這個合成的過程，你看，它就是一個傅立葉級數啊，對不對？這一項 A0， 那這一項呢？好，這一項是100赫茲的，所以這一項好一直到這裡。A2， 那這一個頻率呢，是不是2倍的基本頻率？好，就是 K 是2嘛，基本頻率是50。
那再來這一項，啊，它是 a 的負2，啊 a 的負2，那這邊的負號跟這邊的100，是不是就是-2乘上50？好，所以這個頻譜的合成的觀念呢，其實它就是一個傅立葉級數。那在這邊呢，我們稱為傅立葉合成。好，那我們再練習一個題目。我們好，如果我們的頻譜是長得像這樣子，好，如果我們頻譜長得像這樣子，那我們呢，我們的這個基本頻率呢，這裡的基本頻率10、30、50嘛，所以基本頻率就是10。所以在這個 case 裡面呢 ，A1 就是基本頻率的這個傅立葉級數係數，啊，基本頻率的傅立葉級數係數，它呢就是 A1 啊，3倍頻、5倍頻等等。好，那它們所合成出來的函數呢，就是這個函數。好，那基本頻率是10嘛，對不對？所以我的10赫茲了，那我的基本的週期呢，啊，就是1/10，也就是0.1秒。啊，這邊少一個秒，0.1秒。OK。所以說，我們在我們的傅立葉級數對於週期性函數的傅立葉合成嘛，好 ，Fourier synthesis for periodic， 就週期性的訊號 signal， 它的公式可以寫成我的訊號等於，啊，我把所有的傅立葉級數加起來，它的對應的傅立葉級數係數乘上它所對應的旋波，這樣子。那其中呢，我們可以稱歐米伽0是基頻，啊，或者是 F0，啊，基頻。那它也等於2π除以 T0， 好，這個兌換的關係我們要知道。那在中文裡面呢，我們講這個動作呢，就叫做傅立葉合成。其中呢，這個 AK， 啊，這個傅立葉級數的係數 AK， 啊，它呢，就等於這個我們原先學的 complex amplitude， 啊，它裡面呢帶有 AK， 帶有振幅，啊，帶有相位，啊，帶有振幅以及相位，這個呢就是傅立葉合成。那所以說這個傅立葉合成的動作是什麼？它基本上是一個把這個 Fourier synthesis 它是把從 AK 合成出原來的訊號的過程，從 AK 合成出原來訊號的過程。那我們有興趣知道說我們如何從 AK 合成回原來的訊號，比如說我今天以前有聽過機器人的聲音，對不對？都是這樣，信號與系統，類似像這樣子。那以前機器人的聲音呢，它基本上都是透過這種傅立葉合成来合成它的聲音。那所以说，我們只要有我們這些聲音的這個旋波的資訊，好，它的 AK 的資訊，我們可以合成回原來的語音，
這個過程呢，就是 AK 到 S of t 的過程。那我們還對另外一個過程呢，也非常的有興趣，就是我如何從現有的訊號去分析出說你的這個訊號裡面有哪些的頻率成分。這個過程呢，就是從 S of t 去得出 AK 的過程。好，從 S of t 得到 AK 的過程，那這個過程呢，我們就稱為 Fourier Analysis， 傅立葉分析的方法。好，那我們剛剛講過了這個，從 AK 呢，好，從傅立葉係數轉回 S of t 的過程。但是其實我們也很對於另外一件事情很有興趣，就是從原先的這個訊號，那我們能夠獲得它的傅立葉係數的過程。好，我們也會有興趣，這樣我們才能夠分析出來我的，比如說我的聲音裡面有多少的頻率。好，那這個過程呢，就是 S of t 好轉到 AK 的過程。這個動作呢，我們在這裡就稱為傅立葉分析。好，我們有傅立葉合成嘛？那合成呢，就是從係數轉回訊號。那傅立葉分析呢，反過來就是從訊號呢又轉回傅立葉係數的一個過程。那你要轉回傅立葉係數，也就是說你要把你的訊號，好，能夠表示成很多個旋波加總的形式。那很多個旋波加總的形式的係數，那些旋波的係數呢，就是傅立葉級數的係數。那最簡單的例子啊，比如說你有一個訊號 S of t， 好 ，S of t， 它等於 sin 的3次方的3πt。好，請你呢找出這個 S of t 的 Fourier series。那對於這種 sin、cosine 的這種函數呢，你要找它的傅立葉級數係數是很簡單的。想象你要畫它的頻譜，你基本上你就是要把它轉回這種 complex exponential 的形式。也就是說啊，你其實就是把 sin 呢，好，換成是2j 分之一，好 ，exponential 的正的角度減掉 exponential 負的角度，啊，這個的東西的3次方，那它呢，好，就會等於這個2j 分之一的3次方就是8j 3次方分之一，好，它的3次方 a 加 b 的3次方就是 a3 方加3a 平方 b 嘛，對不對？就它的3次方9πt 加3a 平方 b， 好 ，b 是負的，3a 平方 b，a 平方是6π，b 是負3π，6減3 exponential 的 j 3πt， 好，再來是3ab 平方 ，b 平方負的平方就正嘛，加上3ab 平方 ，b 平方是負6，負6加3，對不對？然後呢，再來是 b 的3次方，就是減掉 exponential 的負9πt。那你再把它乘開來 ，j 的3次方，好，你想象成這邊多一個 j， 這邊多一個 j，j 的4次方就是1嘛，那 j，OK，
所以這項就是變成是8分之 j， 然後呢 exponential 的 j 9 pi t 減掉8分之 j， 8分之4。3j， 然後 exponential j 3 pi t， 然後加上8分之3 j exponential 的負 j 3 pi t， 然後減掉8分之 j exponential 的負 j 9 pi t， 最後你要寫出 AK 啊，你要把它表達成正幅跟相位的形式嘛。那8分之 j 啊，8分之 j， 其實這樣就對了啦。好，這個就是 AK， 這項就是 AK， 好，其實這樣就對了。好，那如果我們要把它表達成極坐標的表示系統的話，正幅是8分之1 ，j 呢就是它的角度 ，j 就是90度嘛，所以等於正幅是8分之1，角度呢是90度，頻率是9 pi t， 再來是正幅是8分之3，角度是負 j， 負 j 就是負90度，加上8分之3的負90度。然後 j 是90度，好，加上8分之3的，好 ，j 呢就是90度，好，然後這個是8分之1 ，j 呢，這是負 j， 所以是負90度，好，所以你就寫出了它的傅立葉级數係數嘛，好，你這裡基本頻率是3拍，所以你就稱它為 A1。好，然後呢，這裡少寫了一個動作 ，exponential j， 那這一項呢，好，就是 A2， 這一項是 A1， 不是 A2， 是 A 的，好 A 的負1，好 A 的負1，那這一項是負3嘛，對不對 ？A 的負3，然後這一項呢？就是 A 的3，對不對？因為你基本頻率是3拍嘛，所以你頻率3倍就變成9拍。OK， 好，所以你這時候你就已經把它們表達成這個傅立葉級數係數的表示法，那你就求得這個 sin 3次方呢，它的傅立葉級數的係數。可是你說老師啊，又不是所有的訊號都是 sin 波。cos 波，你怎麼可以說，全部的東西都可以用剛才的計算來計算？事實上是不行的。如果我們要能夠對於所有的周期性函數呢，都來計算出它的傅立葉級數的話，那我們接下來呢，就有另外一個方法，我們稱為傅立葉級數的分析法。Fourier series analysis， 好，或者是 Fourier integral， 好，傅立葉積分。但是要注意的是哈，剛才我們有講過，這個東西啊，它只能用在 periodic signal。只能用在周期性函數上面。
那我們先把它的公式寫出來，那接下去我們來證明看看為什麼它能夠這個分析法那麼厲害啊？這公式是這樣子的：你要求得傅立葉級數的係數，你要求得 k 倍頻的係數，你只要呢把你的訊號你要求得 k 倍頻，你就乘上負 k 倍頻，然後呢把它做一個積分，積分一個週期除以一個週期，積分。這個公式呢，就是傅立葉級數分析法的公式，但是要注意，它只能用在 periodic signal 上面，因為你看嘛，有週期嘛。如果不是週期性訊號的話，你根本沒有週期的概念，好，所以這個其實也不會弄錯，好，所以其實也不會弄錯。那我們接下來就要證明說，那為什麼這個公式那麼厲害，它可以透過這樣的計算就能夠得出傅立葉級數的係數呢？首先，我們來看第一項，好，叫做積分性質。好，就是這個傅立葉運算的這個積分性質。如果我們把這個傅立葉運算子積分一個週期，好，比如說我積分0到 T0，好，這邊寫一個 T0 就是一個週期的意思。那我現在選擇從0積到 T0，那我把它積分一個週期，好，那我是選負的，好，其實也正的跟負的其實沒差。好，基本頻率是2π除以 T， 然後呢，我讓它乘上某個整數倍 m。等於，那這個 m 呢？好 ，m 是 integer， 好 ，m 是 integer， 我們把它做積分，這個積分答案結果會變成這樣子。好，當 m 是整數嘛，但是當 m 等於0的時候，這一項呢是1，積分起來是 T0。當 m 不等於0的時候呢？這個積分，我們可以把這個上面的這個相位的 term 呢移到分母，好，變成是負 J2π m 分之 T0 乘上 exponential 的負 J2π除以 T0 乘上 mt， 對不對？然後呢，上下限是0到 T0。那接下去算出來啊 ，T0 除以負 J2π m 乘上 T0 帶進去 T 裡面 ，T0 帶進去 T，T0 跟 T0 約掉，所以就是 exponential 的負 J2π m。好，那0帶進去呢 ，exponential J0 等於1減1。那注意哦，我們這裡的 m 是整數，好 ，m 是整數。那 exponential J2π 是不是等於0？好 ，exponential J4π 也等於0。也就是說，這項我說錯了哈，這項應該是等於1。exponential J2π 就是0度嘛，好，0度2π 4π， 那 exponential 的 J2π 就是等於1，那1減1這項永遠都為0了，所以這答案等於0。第一個我們知道一個性質哦，就是一個週期性的函數。好，你把它積分一個週期，週期性的旋波，你把它週期積分一個週期，那它最後一定會變成0。除非什麼？除非它是這個基本頻率的，好，除非它是基本頻率的0倍，也就是說，除非它是直流啦，好，除非它是直流，才有可能活下來。那直流或 DC 值以外的這個旋波呢，
你積分一個週期，本來就會變成0了。啊，這個其實不用計算，我們也會知道。好，所以這個是一個積分的性質。那接下來呢，第一個是積分性質嘛，第二個性質呢叫做正交的性質。好 ，orthogonal 的。好，就是這個傅立葉運算子的這個積分的性質。怎麼說呢？如果我們把兩個旋波乘在一起，好，那我們把兩個旋波乘在一起，一個呢是它的旋波的頻率呢是基頻的 L 倍，好 ，L 是整數。那另外一個呢是基頻的 K 倍，好，這個訊號乘上負的頻率，然後呢我再除以週期分支，除以週期。那其中呢，這個 L 跟 K 呢都是 integer。好 ，L 跟 K 都是 integer。那我們把這個積分呢，好，運算一下 ，T0分之一，積分0到 T0，兩個合起來 ，exponential 的 J 2 派 T0。L 減 K T dt， 好 ，L 減 K T dt。那我們剛才的經過我們剛才的積分性質，我們知道，除非這個東西是直流，否則它一定等於0，對不對？除非這個東西是直流，除非 L 不等於 K。L 等於 K 的情況下呢？L 不等於 K 的時候呢 ，L 不等於 K 的時候呢，它是一個旋波嘛，它不是直流，那積分一個週期呢，它就一定為0。好，所以當 L 不等於 K 的時候呢，這個頻率呢就全部都不見了。但是當 L 等於 K 的時候呢，就是這項會變成0嘛，好，這樣會變成0。那這個整個積分呢，好，變成 T0 除以 T0呢就是1。這告訴我們一個觀念，如果我想要知道我的聲音裡面有哪些旋波，那我的做法就是說，我想看看我的聲音裡面1赫茲的訊號有多少，我就把我的聲音怎麼樣乘上-1赫茲。那我的聲音裡面的1赫茲訊號乘上-1赫茲之後呢，它會變成直流。好，1赫茲乘上-1赫茲，它變成直流，所以1赫茲的強度呢會被保留下來。我聲音裡面的2赫茲、3赫茲、4赫茲，我拿去乘上這個-1赫茲，這兩個頻率不相等啊，1不等於2。那我經過這個積分以後，2赫茲的強度不見了，3赫茲的強度不見了，所有的強度都不見了，只剩下1赫茲的強度還留着。那接下來呢，你想要求的2赫茲呢，很簡單啊，你就把你的聲音的訊號乘上-2赫茲。那你想要求的3赫茲呢，你就把你的聲音訊號乘上-3赫茲。那寫成式子哦，就像這樣子。假設我的這個聲音呢是一個黑盒子。它裡面住着一個1赫茲，好，加上這個2赫茲，好，我這個聲音呢是一個黑盒子，它住着1赫茲，2拍頻率是2拍，就是1赫茲嘛，好，然後2赫茲的訊號。那這裡其實這一項1赫茲啊，那我們就把它視為基頻嘛，基頻。那這一項其實就是 A1， 這一項其實就是 A2。好，那其中呢，
我們說基本頻率呢是1赫茲，那週期呢是1秒，基本的角頻率呢是2拍。那我們要根據我們剛才的公式，好，我要求的1倍頻的係數，也就是1倍頻的 complex amplitude， 我就是把我的讯號是3倍的 J2 派 T 加上4倍的，好，它是一個黑盒子哦，我不知道我们的聲音裡面住着什麼樣子。好，那我想要求的裡面1倍頻的強度有多強，我就把它乘上-1倍頻，-1倍頻，頻率是2，基本頻率是2拍嘛，1倍頻。好 T， 然後呢，積分一個週期除以一個週期，好 dt。那我乘上來以後呢，怎麼樣？我想要求的1倍頻嘛，那1倍頻的頻率就會被-1倍頻所幹掉啊，也就是0到1的3加上4倍的 exponential 4減2派 t dt， 對不对？那你就可以把這個寫成是2個積分嘛，一個是0到1 3 dt， 加上是0到1的4 exponential j 2派 t dt， 這項為0嘛，這沒有問題啊。好，因為它是一個旋波，那你讓它走一個週期，剛好它就積分就為0。好，那這個呢，它的積分是3的積分就是3嘛。好，所以這答案等於3。好，所以這就告訴我們說，我們可以透過這個公式求得傅立葉級數的係數。這個過程呢，就是你要求得 k 倍頻的傅立葉級數係數，你呢就把你的訊號乘上負的 k 倍頻，然後呢積分一個週期除一個週期，好，這個你就可以求得你的 1k。好，所以我們的這個傅立葉的這個公式啊，好，我們再寫一次。好，就是剛才寫過 AK， 好，等於訊號乘上負的 k 倍頻。好，那真正在應用的時候，我們在做積分的時候，我們常常會遇到這一項，啊，這一項的積分。那我們真正在做的時候，我們要特別小心了，因為你如果要有這項的積分的時候，你要把角度拿到分母嘛。那如果你 k 等於0的話怎麼辦？這個拿到分母會算不出來。所以通常我們在做傅立葉級數的係數的時候呢，我們會說這一個公式呢是 for k 不等於0。好，那你在做k 等於0的時候呢，你要分開做一個做直流的，那一個呢做 k 不等於0的，就是其他的頻率的。好，那 k 等於0先帶進去，它就是 t0/1。好 ，for k 等於0。那這個呢就是一個 DC 的 component。好 ，DC 的 component。好，那對於這個公式來講呢，假設 S of t 呢是實數，那它往往呢有一個特性哦，這個特性呢叫做
AK 的 complex conjugate 跟 A 負 K 呢會相等，就是正的頻率跟負的頻率的傅立葉級數係數呢，它們其實會互為共轭複數。舉例來說，你看正的頻率跟負的頻率，它們兩個的傅立葉級數是不是互為共轭複數？正的頻率 A5 跟 A-5， 它們兩個的係數是不是互為共轭複數？好，那這其實可以很簡單證明的。比如說，你求出 AK 的 complex conjugate。AK 的 complex conjugate， 假設 S of t 是實數，這只是加法，那就只要算它的 complex conjugate 就好了。它呢就等於 T0/1， 積分一個週期 S of t， 它的 complex conjugate 就是 JK 歐米伽0 t dt， 好，這是一個 A 的負 K。它是等於 T0/1， 好，負 K 負的帶進去，好，積分一個週期 S of t exponential JK 歐米伽0 t dt， 對不對？所以當 S of t 是實數的時候，好，這個 AK 等於 A 的負 K， 好，就是你的正負的頻率的它的傅立葉級數呢，是會對稱的，好，是一個共轭對稱的一個樣子。好啦，那就結束我們的這個傅立葉級數的基本計算。